这个东西拿琉璃厂卖了，少2万两银子别出手，卖完了就放出风去，说宫里丢东西了。和珅为了讨好乾隆，用1万两银子买了一对宋朝的3足笔洗，以便乾隆清洗毛笔之用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手里的这只有些磕碰和裂纹。随后他又拿起第2只来欣赏，而这一只真是完美无缺。可和珅接下来的举动却让管家大吃一惊，只见他把那只完美无缺的狠狠砸在地上。刘全见状十分心疼，好歹也是5000两银子啊！你懂个。算，我不说脏话，大清早的说脏话晦气。和珅教导刘全说，这一对原本只值1万两，可碎了一个后，另一只立马就会升值为2万两。再者说，这东西是孝敬给皇上的，如果自己这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，那就是杀头的罪过。和珅说完，又让刘全将地上的碎片捡起来分成2堆，然后将它们分别埋到后花园的不同地方，这让刘全十分摸不着头脑，觉得老爷实在是多此一举。嘿，你这个笨蛋，你非逼着我说脏话，菜了怎么着？菜了站起来不一样拿出去卖钱吗？和珅大骂完刘全后，又将浙江巡抚卢卓喊了过来，告诉他自己已经让皇上免了纪晓岚的钦差，这让卢卓万分的激动，当即向和珅下跪表示感谢，并趁机从袖子里掏出一大叠的银票递给对方。和珅也心领神会，让卢大人千万不要那么客气。为了将银子收得心安理得，和珅又告诉卢卓说自己是用你的钱去替你办事，说着还拿起3足笔洗让他欣赏欣赏。有时候朋友啊、下属啊孝敬我一点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都花出去了。你说万岁爷他这都，现在你说办事不花钱，谁给你办？随后和珅就连夜入宫，想尽快将这件宝物献给乾隆。不曾想这一幕竟被逛街的纪晓岚给看到。老纪虽然想知道和胖子进宫的目的，可他并没有急着跟上去，反而是来到路边摊点了2斤烧刀子以及5个鸭脖，坐在路边美滋滋的享用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突然走过来一位绝世美人，只见她先是给纪晓岚抛了个媚眼，差点把老纪的魂都给吓没了。而此女子正是附近会所里的头牌姑娘赛貂蝉。原来她见纪晓岚深夜在街头上独自游荡，便主动过来招揽生意，想让老纪去她那消费一笔。然而纪晓岚却担心身体吃不消，说什么都不愿前往。满市井你谁不知道啊？你把一黄花姑娘养在府里，不婚不嫁，非仆非主，你还不风流啊？你是那风流这里的急先锋啊你！你住嘴！纪晓岚听见急先锋3个字后是无比的愤怒，当即就要拿大烟袋打人。可是没想到赛貂蝉不仅不害怕，反而还喊来了3个姐妹过来帮忙。4大美女当即就强行将纪晓岚拖到了会所，上演了一出霸王硬上弓的好戏。经过3分钟的沟通交流，纪晓岚终于摆平了4大美女。随后他就急忙进宫，刚好碰见了等待面圣的何胖子，吓得对方下跪请安。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就你这个样子还敢前来面圣啊你！和珅见纪晓岚衣冠不整，还满嘴的酒气，急忙劝他赶紧离开，要是让皇上看见了，说不定会治你一个失仪之罪。可纪晓岚却装疯卖傻，非要看看和珅手里的宝物。就在2人拉拉扯扯之时，乾隆突然走了进来，吓得2人急忙磕头请安。正好乾隆也睡不着觉，想找人聊聊天，于是便和他们谈起了国事，说从康熙爷至今一直在反腐倡廉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官员冒死而贪。乾隆觉得是不是自己的管理尺度太松了？和珅听后急忙辩解称，这不过是某些小人见利忘义，跟万岁爷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每朝每代都是如此。纪晓岚这时插嘴说，像何大人这样的官什么时候怕百姓了？那就再也不会有贪官了。信口雌黄，官怎么会怕百姓？和珅心生怨恨，故意移开身位，让乾隆看看纪晓岚现在的模样。朕怎么看着你像打了仗的败兵啊？纪晓岚告诉乾隆，说自己因为一点家事而烦恼，所以连夜入宫请求皇上给小月做媒。而乾隆也趁机让纪晓岚答应他一件事。2人这一唱一和的，让和珅又想起了浙江出差的事情。乾隆跟纪晓岚喊了他半天才将他喊醒。和珅立马将汝窑献给乾隆，并谎称是用10两银子讨换到的。坊间又不是养傻子的地方。和珅真会办事，以后这种东西多给朕讨换。纪晓岚这时也趁火打劫，让和珅也给他淘上10件8件的。和珅为了不露馅，只能咬牙答应了下来。2人离开没多久，乾隆就露出了不悦之色。天底下的官儿就没有一个让朕睡安生了，朕睡不好觉，也不能让他们睡踏实了。乾隆准备用汝窑来做个局，让桂喜将此物拿到琉璃厂卖了，以便试探一下和珅跟卢卓的反应。